要说到市面上那些具有独特性的汽车设计，大家可能会想到像 BMW 的双鼻孔、Aston Martin 的前格栅、Porsche 的青蛙眼，都是象征着整个车企的设计风格。那么今天要说的就是拥有塑料引擎盖进气口，几乎从初代开始就一路沿用至今，成为能识别它的象征。并且身披黄色555拉花的蓝色车漆，在泥地、沙土上高速的奔驰，完成那些高难度弯道，在拉力赛上创造各种高光时刻。而它就是拉力赛的顶尖赛车 Subaru Impreza WRX。Hello， 大家好，我是子阳，欢迎收看我的频道。目前贩售的市售车引擎基本上可以分成 V 型或者直列布局。但是有两间车企决定走向与其他人不同的风格，那就是 Porsche 和 Subaru。Porsche 911和718系列都搭载水平对置引擎，而 Subaru 更是对水平对置技术痴迷到疯狂。全车系列无论是休旅车、轿车都搭载这颗引擎。还有 Subaru 引以为傲的全时四驱系统，也是成为旗下大部分车的驱动方式。之所以 Subaru 对于这两个东西如此的执着，就必须将时间推回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汽车工业发展成熟，各界的厂家纷纷进入拉力赛场来展现自己的工业实力，而 Subaru 当时就派出了 Leonard Swingbeck 来征战拉力赛。当时搭载 1.6 升水平对置引擎以及 ACT4 全时四驱系统，在拉力赛成为第一个使用 Boxer Turbo Engine 加 Overdrive 的存在。再来到了1988年，以9四龙一郎为首，成立了高性能赛车部门 Subaru Technical International， 也就是 Subaru 车迷熟悉的 STI。隔年 Subaru 推出 Legacy 时， STI 就与来自英国的 ProDrive 合作，打造出 Legacy 赛车来挑战 WRC 冠军舞台。但是出来的成绩一直围绕在3、4名的位置，与冠军宝座就差一步之遥。然而到了1993年，迎来重大的转机，让 Subaru 开始看见夺冠的希望。1992年 ，Subaru Impreza 初次登场，对标的车型就是 Mitsubishi 的 Lancer， 而这代表着两者之间必然将会展开长久的竞争关系。Impreza 的底盘是基于 Legacy 打造，整体尺寸、重量以及定位都缩小，更接近于当年的 Leonard， 所以 Leonard 也因为 Impreza 的出现，默默退出了市场。到了拉力赛场上，使用更小的体型、更轻底盘的赛车，更能应付拉力赛空间狭小、弯曲多样的道路。而 Subaru 早已经为这个赛事做好替换 Legacy 的准备，在发布全新的 Impreza 的同时，也推出了专门参加 WRC 的 World Rally Experiment 系列，简称 WRX， 导入 Legacy RX 拉力赛车的各种技术，像全轮驱动、强化底盘和 1.20 涡轮增压引擎，原厂就可以爆发240匹马力、304牛米有据。而且 WRX 赛车版本的 Type RA 更是把电动窗、音响、ABS、空调都移除，以达到极致的减轻，换来的就是水喷中冷散热器、短行程变速箱以及 Nardi 方向盘。于是到了1993年，Subaru 车队就引入 WRX 作为主力赛车，而且当时还获得了烟草公司 State Express 555赞助商合作。为了迎合赞助商的到来，Subaru 车队使用全新的赛车配色，蓝色车身和黄色拉花搭配金色轮毂。然而，这个颜色的搭配也成为往后 Subaru 最具有象征性的色彩。Impreza WRX 首次参赛，以 Impreza 555的名字，在芬兰的1000 Lake Rally 拿下第2名的成绩，以47秒的微弱差距击败当时正处于巅峰的修理卡 ST185。不过，经历这一场比赛后，也为 Subaru 车队开启拉力王朝的铺垫。到了1994年 ，Subaru 凭借着3个分站赛冠军以及其他高名次的积分，成功获得赛季车队的第2名。与此同时 ，Subaru 推出 WRX 的旗舰车型 STI， 引擎、变速箱、悬吊等等多个项目，结合 WRC 工程师的调教，还有效仿 STI 独有的技术 DCCD 中央差速器。DCCD 系统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最复杂的四驱系统之一。从以前相对简单结构的后拖绳差速器和电子中央差速器的结合，到了现在结合各种电子辅助设备，如 ABS、VDC 等等，配合前、中、后差速器来自主控制前后扭矩分布的 SI Drive 系统。
DCCD 的研发过程，从中吸取的经验，让这台车在拉力赛上取得优秀的操控性。紧接着到了1995年，Subaru 在这个赛季的分站赛上一共获得了5个冠军和3个技惊的表现，终于赢得95年的 WRC 车队总冠军。而驾驶 Impreza 555赛车的车手 Colin McRae 凭借着90积分的表现，获得了车手总冠军，为 Subaru 在一个赛季带来了2座冠军宝座。然而，在这一年却发生了个小插曲，当时称霸 WRC 3年车队以及2年车手总冠军的 Toyota 突然迎来禁赛消息。Toyota 车队因为在修理卡 ST250 赛车上使用非法的涡轮泄流器，导致被联盟取消了当年的比赛成绩，并禁赛1年。而这一年的 Subaru 车队在最后一场比赛中豪取前2名的位置后，以350车队积分夺得了1995年的车队总冠军。可能有人会说，如果 Toyota 没被禁赛的话， Subaru 就不可能拿下冠军宝座。但真相是，当年的 Toyota 被禁赛时是在分站赛上的最后第2站，而他的积分早已经被 Subaru 抛开胜野，即使没被禁赛，和最后一场包揽前几名的位置，也不一定能夺得当季的冠军。因为当时的 Subaru 在前几个分站赛上拿前3名的位置拿到手软，已经升华到无人能及的地步。能达到这些水平，离不开 Boxer Engine 的功劳。为了对应国际汽联限制引擎进气量的新规则 ，WRX 搭载了 EJ2 引擎，在凸轮轴和压缩比做出改良。在新规则下 ，WRX 依旧可以爆发出300匹的马力，而且活塞运作水平的特性让它有更好的平衡优势。所以在95年赛季可以说是 Subaru 以及 Colin McRae 的舞台。随着胜利之后，带着去年的士气，Subaru 车队又在隔年取得了车队冠军。再来到了1997年 ，A 组更变新规则下 ，Subaru 车队迎来全新的车体，双门版的 Impreza， 称为 Impreza WRC97， 而 WRC97 顺势也成为 Subaru 车队新的赛车。通过加宽车身、改良空气动力和下压力、悬吊、中冷、引擎都做出改良的操作，让 Subaru 一口气拿下114积分，夺得了当季的车队冠军，豪取 WRC 世界拉力赛3连冠车队。同时，也是日本车队首个取得3连胜的车队。在这3年期间，由于 Toyota 的退出，此时代表着日本拉力车队就剩下 Mitsubishi 和 Subaru。他们2家在挑战冠军的道路上 ，Evo 与 WRX 不分伯仲。WRX 带队赢得连3年车队冠军，而 Evo 也不甘示弱，从 WRX 手中夺得连4届的车手总冠军。两者不断冲击冠军的领奖台上，互相较量。这也是为什么他们2者会被视为拉力赛的宿敌。这3年里 ，Subaru 凭借着 Impreza WRX 的天赋，开启了 Subaru 车队的专属拉力王朝。于是就有了售价高达500万日元、限量400台的 22B STI Version。这一台车是纪念 Subaru 成立40周年外，以及在 WRC 锦标赛中取了3年的车队总冠军所开发的车辆。外观是由著名的汽车设计师 Peter Stevens 所设计，结合 WRC 赛车的宽体设计、引擎盖、保险杠、可调式尾翼以及独特的蓝色烤漆。它的特别之处是拥有 2.2 升排量 EJ22G 涡轮增压引擎，可以输出350匹马力、363牛米扭矩、1270公斤的车重，搭配双飞轮离合器的加持，使它的引擎输出更加直接，100公里加速只需要 5.3秒。关于 22B 名字意义的传言，有坊间说是指排量 2.2 升的 Boxer Engine， 另外一种说法则是由当年 Subaru 拉力赛最大的赞助商555数字的16进位结果和 Boxer Engine 的缩写。再来，在英国除了有 McLaren P1 外，还有 Impreza P1。P1 是 ProDrive 工厂在 WRX Type R STI 的生产线上推出的车款，与 Type R STI 区别在于它舍弃了 DCCD 系统，取而代之的就只有 ABS 系统。追求完美比例的空气下压力和动态平衡，重新设计了前保杆和尾翼，还有钛金属的10副 OZ 轮毂，也是展露出它与普通 STI 车系金色轮毂差异的地方。转向比例从15:1改为13:1，使 P1 的转向比 STI 更加敏感，加上0至60英里加速只需要 4.6 秒，极速高达155英里。前者背负着拉力赛的荣誉以及 Subaru 的精神，
后者带来的是 ProDrive 独有打造的工艺。两者车款可以说是整个 Subaru 车系里最具有价值的车款之一。最后，到了千禧年后 ，Impreza 第一代便步入了尾声，即将开始第二代的旅程。在千禧年这年 ，Subaru 推出全新第二代的 Impreza。这一代的 WRX 是在 Impreza 发布后的第2年才引入。这代的 WRX 可以说是 Subaru 为了比赛花尽了非常多心思在里面。为了能在拉力赛上有更好的整车稳定性，分别在车长、车宽、车高和轴距都做出增加。从日本法规定义小型乘用车变成普通乘用车。另外，GD 相较前一代的 GC 底盘，抗扭干度和横梁干度分别提升了 148% 和 82%。不过，重量也因此增加了100多公斤车重，并且 GD 所搭载的圆形大灯与前代那种具有侵略性的设计背道而行。因为一双大灯的设计，使得这一代的 WRX 饱受吐槽。怪异的大灯还被各界的车迷称为 Bad Eyes。那2代的 WRX 采用的是第一代 WRX STI 第6版的 EJ20 引擎，在6000转速时可以爆发250匹马力。后来 Subaru 还发布了小改款，外形更加侵略性的设计，除了扭矩增加1点外，可是重量又重了10公斤，使得这一代的 WRX 没有获得很大的反响。之后，因为圆形大灯的口碑问题，大灯在 Peter Stevens 的帮助下重新设计，企图挽回粉丝的芳心，于是就有了第2版的 Impreza。第2版的车灯全新设计后，被粉丝称为 Blood Eyes。而 WRX 的版本变化不大，改善了自动系统的冷却外，重量又加重10公斤。但是在北美，为了与第8代 Lancer Evolution 竞争市场，于是，在 WRX STI 首次推出了 2.5 排量的 EJ25 引擎来对抗 Evo 的 MR 系列。虽然 WRX 在市场上有些挫折，但是在 WRC 上，它为 Subaru 争了一口气。从98年赛季更换了机械和电子系统过后，导致故障不断，多次错失了夺得冠军的机会。终于在更换全新赛车后的2001年以及2003年重回巅峰，2届车手总冠军的头衔，足以把各界的批评和吐槽推翻。而这2台车也顺势成为当今经典的车款。最后到了2代末期 ，Impreza 迎来第3版的改款，代号 GDF， 更多人愿意称它为 Hot Eyes。这次的改款并不大。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英国所推出的 RB320， 搭载 EJ25 引擎，可以输出320匹马力、450牛米扭矩，0-100加速只要 4.7 秒，最高时速249公里每小时。标配了 ProDrive 独家调教的底盘 ，Built-in 避震和 iBatch 弹簧，降低了整车的高度，更能贴服在路面激烈吵架。而且只推出 Obsidian Brake 作为车漆，主要是为了纪念已故车手 Richard Burns 对 Subaru 车队的贡献。带来2001年的车手总冠军。之后到了2007年，第3代 Impreza 发布同时 ，WRX 也同时登场。这次的 WRX 给人带来以往不同的5门 hatchback。虽然以往的 WRX 是有推出类似的 Wagon 版本，但是这次直接取消了 Wagon， 且 hatchback 成为 WRX 的主力车型。甚至为了与 Evo 时所推出的拥有 SST 自动变速箱较量，在 STI 系列首次推出了自动版本的 WRX STI A-Line， 5速手自排，8项电动 Recaro 椅子，皮革豪华内饰，跳脱以往 Subaru 对于内饰单调的风格。不过，由于失去以往的光辉的样子，重量过重以及悬吊过软的设定，让不少人唾弃这一代的 WRX。就如同 Evo 时推出时的模样，只是这次真的走形太严重了，屁股都整没了。所以之后的 Subaru 还是补上了4门版的 WRX， 只是人气并没有到很好。于是第3代 WRX 也就默默地走向停产，而 Subaru 这时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让 WRX 的名气重新振作起来。2014年，Subaru 正式把 Impreza 与 WRX 的名字拆分开来，让 WRX 成为独立的车型。虽然与 Impreza 共用平台，但是就跟往来一样，引擎、悬吊、刹车、外观、空气动力以及散热系统都有做跟进。引擎引入了全新的 FA 系列，搭载 FA20 的 WRX 可以爆发300匹马力，
全新的缸内直喷和双涡流管技术，让它在2000转时就可以爆发出400牛米扭矩，相比 EJ20 要在4400转速时才能爆发422牛米扭矩，加速率更加流畅。当然 ，EJ 系列引擎依旧是性能的指标，所以在 STI 版本里就有了 EJ20 和 EJ25 做选择。但可惜的是 ，EJ 系列引擎在2019年走向停产，让长达30年的 EJ20 引擎结束了它的生涯。从 Legacy 在10万公里里以223平均时速打破当时的 FIA 世界陆地耐力纪录器，到各界拉力赛上征战，为 Subaru 夺得无数的冠军宝座。Subaru 就以 WRX STI EJ20 Final Edition 之名，推出了末代的 EJ20 引擎，活塞、连杆减轻了 50%， 曲轴、飞轮和离合器都做出更激进的改装，全部都是为了还原接近赛车最巅峰的性能，为这颗引擎能写下完美的句号。之后，2021年，新一代的 WRX 推出，开始搭载 FA24 引擎，可以输出275匹马力、375牛米扭矩。以现代来说，身为跑车马力还不到300匹，难免吊人胃口。所以，车迷们非常期待这一代 STI 的到来。STI 可以说是 Subaru 车迷眼中性能的指标，它代表着 Subaru 车系最顶配的存在。将所有的研发技术加放到各种车型，尤其是 WRX STI 系列，更是车迷的向往。独有的 DCCD 和6速手排标配，以及悬吊、引擎所有的调教改装，都以极致的竞技性能发展。于是就诞生了各种强大的车型，像之前提到的 22B 是 STI 的 S 系列的开始，之后还相继推出了 S201、S202， 直到最后的 S209， 都是 STI 最高级别的代表。可是，在万众期待的时刻 ，Subaru 却丢出了震撼车迷的消息。2022年3月 ，Subaru 美国发公告表示，由于汽车市场不断往电动化发展，各界的排放法规逐渐严苛，让 STI 一直以来以高性能为初衷，不得做出改变。所以，全新的 WRX 将不会推出 STI 版本，即使有，很大几率是以混动的形式出现。这公告一出，不仅仅影响车迷的热情，也宣示燃油性能车或许会走入历史。Evo 也因排放法规的束缚走向灭亡，留给车迷的只剩下他的对手 WRX 苦苦撑着，但最终还是以现实妥协，开始放弃了引以为傲的高性能部门 STI。Subaru 的 Impreza WRX 系列以及 STI 一直以来都是车迷的向往，它代表着 Subaru 在 WRC 上的荣誉，让车迷们可以一同感受赛车的魅力。虽然 STI 或许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甚至走进历史舞台，但是它所创下的历史以及推出的车款，永远存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为 Subaru 依然坚持着标志性的水平对置引擎和独特的四驱系统，将拉力赛的荣耀继续的传承下去。近期 ProDrive 在官网上释出了 P25计划的汽车设计图。从设计图可以看出 ，ProDrive 有意想要复刻出当年90年代的 WRX STI， 以著名的 22B 作为设计灵感，来致敬25年前夺得 WRC 冠军的赛车。他们声称这一台车将会搭载 2.5 升4缸水平对置引擎，超过400匹的马力，搭配6速半自动变速箱，以及采用大量的碳纤维部件。而这台车也非常的稀少，仅有生产25台，并且将会在6月23日的 Goodwood Festival of Speed 正式亮相。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这台具有纪念价值的车能带给粉丝什么样的惊喜吧。